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我们从这一次中信芯片被美国处罚的原因来看起。其实美国一直在调查中国相关方面的这些公司，他们违背美国对几个邪恶国家，包括朝鲜、伊朗、叙利亚、苏丹，对这几个国家禁运，就是执行联合国禁运这个协议执行的情况。他们一直认为中信公司、华为公司和中国其他的有几个电子公司一直在违背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决议，偷偷的给这几个邪恶国家在输送设备和输送各种联合国禁运的物资。那么经过长期的调查，美国方面是掌握了一定的这个数据的，只是呢没有直接证据。那么直接证据怎么取得的？是中信公司他们几个高层的人员访问美国，去参加美国一个重要的会议。那么这一次参会的人员是包含了这个中信公司里面的几个副总、副董事长和董秘一起去了。结果那天进关的时候，董事长秘书走在后面一点，他被要求检查他的行李。在检查到他的手提电脑的时候，结果在他的电脑里面发现了所有中信公司董事会他的董事会的一个会议记录，里面详细记载了中信公司向伊朗出口各种电子通讯设备和出口美国以及安理会明令禁止的各种通讯设备。同时还在电脑里面查出中信公司高层董事会曾经有过专门怎么去欺骗美国，怎么防止美国发现他们向朝鲜和伊朗这些国家输送设备的，他们的怎么去撒谎和用什么样的计划去瞒天过海隐瞒美国的他们的一个会议决议纪要。这些东西都在这个董事长秘书的电脑里面查出来。这董事长秘书呢，你说他聪明呢，他认为呢他很聪明，他是董事长的高层，因为他写的中文美国人看不懂。你说他愚蠢呢，你完全低估了美国海关对中信公司调查和考察的能力。美国海关检查你的这些人都是中英文双通的，你那个里面随便你写什么，只要你有这个事实存在，随你用什么文字，美国人都能给你查出来。所以当时几个副总已经出关，在那个地方等行李了。那么由于董事长秘书的东西被查出来以后，马上把那几个副总重新叫回头以后，把他们的行李全部重新检查。结果查了这几个副董事长和这几位副总他们的手机电脑，尤其在他们的微信上发现了大量他们和别人通话，以及他们公司内部那个群里面所显露的他们跟朝鲜、伊朗以及包括他们跟华为开的联席会议，准备怎么欺骗美国，怎么样让他们既向伊朗销售了这些设备，同时又能够到美国那边能够自圆其谎的他们的会议纪要，通通被查出来。这马上就美国海关人员对他们所有的资料进行了技术保存，然后这几个人当场取消了赴美的签证。这几个副总和董事长在机场外缘等待的这个飞机遣返回中国时候是嚎啕大哭心情非常的这个郁闷和悲愤。你不要以为他这种心情悲愤是因为给企业带来了损失，企业这个向伊朗出售这些通讯设备给美国人发现了，他们这个企业明天就倒台，管他这些人是不是这些人只要搞到自己好处。你也不要认为他这种嚎啕大哭是因为给中共带来了什么麻烦，美国对中共有贸易报复，或者对中信公司进行打击以后，给中共对海外的各种布局会不会产生什么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这些麻烦？你认为他这个痛哭会不会因为这个？那完全不是。中共今天在外面怎么布局，中共跟美方受到什么样的贸易制裁，管这几个副总什么事他们嘴巴上喊的爱国，他们心里面哪管他们给国家造成什么损失他们想的是他们的二奶，他们的情人，因为他们个人的签证被吊销，就意味着他再也进不了美国了。他如果进不了美国的，他的二奶和情人如果睡了隔壁老王的床上怎么办？这是副总们最担心的，所以他们嚎啕大哭和他们心里面所深深郁闷，是因为他的签证被美方取消了。从此以后，他的二奶和情人们就不一定归他了，
一边拿着他的钱，一边睡到隔壁老王的床上，还每天跟他矫情的继续要钱。他是给呢还是不给呢？他的亲二呢还会嘴巴上跟他甜蜜的讲，叫他赶紧到美国来相会。一边睡在老王的床上面，一边发着微信跟他讲，叫他到美国来相会，心里面怎么惦记他的呢？让他赶紧再打点钱来。所以说，这些副总们，他们最痛苦的是这个。中信被处罚以后，中信高层马上就派出一个秘密联络组跟美方联系，希望美国能不能听从中信的这个申辩，给中信这个有回旋的余地。美国商务部明确的表达，7年之内，就是到2025年之前，中信是没有任何可能再拿到美国任何一块芯片。这个处罚政策一经生效，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的。中信公司，你就等到2025年以后，根据你们改正的效果，你向美国商务部再次去申诉吧。在这7年之内，中信公司是肯定不会再得到美国的一片芯片。这个中信公司得不到芯片，对它的影响是什么？是包括整个安卓系统在内的所有软件的软体系统。这个芯片没有和这个安卓系统没有，会影响什么？我来告诉你影响什么。美国如果对中国这几家高科技公司对芯片继续禁售下去，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所有的通信设备公司，包括大型的火箭系统、国防系统、科技系统，包括日常中共的政府里面的管理的办公系统，我们的所有的安卓软件、苹果软件，我们都会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手机系统只有2个，要么是苹果系统，要么是安卓系统。苹果是从来没把它的系统给中国提供过一份。那么中信是靠美国提供的芯片来支持它的安卓系统。现在如果安卓系统禁售，请问既没有苹果系统，又没有安卓系统，那么如何维持中国庞大的通信，尤其是这些监控设备？如果这些设备如果没有芯片的更替换代，那么根据整个互联网发展的规律，根据怎么科技发展的规律，尤其是美国芯片发展的这个叫摩尔定律，芯片基本上在1年到1年半左右，它必须来自一次升级。如果没有这个升级，就意味着中国现有的芯片，它的所建立的强大的防火墙，它就被破了。因为一旦美国的芯片升级了，也就是说，所有破墙的芯片升级了，而防护墙，而中国搭建的防火墙的芯片仍然是老的芯片，它已经扛不住防火墙了，那么也就是说防火墙就破了。中国一旦防火墙破了，你想想看是什么后果？中共这个政权还能存在吗？中共现在之所以可以用谎言去欺骗人民，就是因为它高高的拦起了防火墙，让墙内的民众无法知道墙外的世界，无法了解中共70年来所形成的各种罪恶和他用谎言对人民的欺骗，以及中共所有对人民屠杀镇压的真相。一旦防火墙不在，你觉得中共他还可以欺骗下去吗？只要是美国的芯片按照正常的科学规律在不断的升级，那么破墙的芯片技术就已经完全建立了。而防护的芯片，因为中共已经没有货了，因为中共已经断货了，那么没有防护的芯片，也就是说老的芯片没有升级，而新的破墙芯片的升级就带来了防火墙会在中共被完全摧垮。这就是川普为什么要中共开放中国全部的互联网市场，绝不仅仅是开放一个什么电商，那就是因为全球的互联网市场可以进入中国，是因为中国这个防火墙它的防护能力将在这次芯片停工之后，这个防火墙就会被自动拆除。新的芯片它在升级换代，那么新的芯片当它升级换代到位的时候，中共现在的防火墙就必然倒塌了。中国是一个根本没有自己技术含量的国家，他们造不出芯片，但是他们能造出这个互联网的长城；他们造不出手机屏的玻璃，但是他们能造出几十秒就能把13亿人每一个人脸部识别的监控系统。中共它都是反人类，这种人类的逆进化或者反人类的奇葩，只可能在中共它这个控制人民的文化中出现。因为中共它只要干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去管控、监控、控制人民。但是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你管控人民、监控人民，你得靠高科技手段。你看中国遍布城市大大小小的摄像头，所有的监控识别系统，以及中国庞大的警务、军队里面的这些通讯网络和他们的一些科技联网系统，他们靠的什么？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各种手机，手机里面用的各种软件，你微信也好 ，QQ 也好，以及中共搭建的各种微博、微信各种通讯的即时软件，以及那么多的网站和大家交友的这些软件，他们最终的核心科技，中国一样没有，全部在美国。美国停止供给你们芯片，也就是停止了你们所有的升级换代。当你们不能升级换代之后，而破墙的技术在不断的升级换代之后，那么防火墙它就没有丝毫防控能力了。也就是说，中共这个政权现在是岌岌可危。有人说，我们可以重新回到闭关锁国，我们可以断网，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中国大一统，我们自己封闭。那你就死了。我告诉你讲，中共现在我盼着它就是断网。中共如果敢宣布今天断网，中共今天就灭亡。你相不相信呢？今天的中国社会这10几亿人民，如果没有网络的存在，人是活不下去的。他所谓活不下去，你能想象，如果你现在的手机打开来了，什么东西都收不到；如果说你的电脑打开，你所有的这个文件你都看不到；如果你自己到任何一个银行你都不能刷卡，任何一个超市你都不能买单，你所有的日常生活，包括你汽车的加油，包括你上班的打卡，包括你坐公交刷卡，包括你地铁进门刷卡，包括你乘坐飞机在网络上订购机票，如果没有互联网，请问你今天能不能走出这个家门？请问你今天能不能生存得下去？互联网现在是人生活的必备的一样东西，就跟你每天喝的水、吃的食物一样。如果没有互联网，中国这个社会会马上崩溃，而崩溃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等待着中共崩溃的这一天就很快会到来。每当中国碰到这个时候，中共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这个人民日报发出了他的文章，是吧？1000亿不可怕，中国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这种强大的精神，根本就不在乎你美国对我们的1000亿的对我们的施压，我们中国人民有的是精神能跟美国抵抗。每一次中国碰到这种时候，中共他就会把他的这个义和团和他的小粉红煽动他这种民族仇恨。那么中方他每次应对这些危机，这都是他们的不二法宝。抵制美化，抵制美化，从我做起，从我做起，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很多当年的红卫兵高叫道：“俺们60年代那紧勒裤腰带，咱们就可以造出原子弹。”我把大牙都笑掉。这些红卫兵里面，你还回得到原来60年代吗？你知道60年代当初你造出原子弹靠的什么？靠的是那是原来国民党时期、民国时期留下来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靠的是早年中国民国的知识分子和年轻科学家留学欧美，从欧美偷回来的技术情报、偷回来的技术资料，然后靠这一批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又领先世界科技前沿的人，把原子弹造出来了。今天你勒紧裤腰带造芯片，你知道你今天的科学家都是什么人？你今天中共自己培养的科技人才是什么人？这些人尽管哪怕80年代、90年代到过美国、到过欧美留学，但是他们到海外去了，在硅谷转了一圈以后，他们回到中国，他们只可能是把海外的高科技的芯片拿回来，找一个油漆工弄一个砂纸，把表面的那个把欧美的那些 logo 把它打磨掉，然后喷上一个汉芯1号。就可以从国库里面领到几亿、几十亿的这个科研资金，他用这种虚假的东西就能把中共骗过去了。中共就这些高级官员们就神之无知的以为中国的芯片就诞生了啊！理想作风，那龙兴呢？理想作风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这个团队，首先解决为谁做 CPU 的问题。如果说为人民做龙兴，这个路还长得很，可能像毛主席说的。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为谁做龙兴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艰苦奋斗的问题。我要给它一个基因，这个基因是双螺旋结构，一个双螺旋结构，一条螺旋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党建文化，另外一条就是以道德教育为基础的传统文化。这些所谓从海外回国报效祖国的科学家，都是来骗你中共钱的，都是来骗你中共这些高官子女的二奶的。他们拿着他们在国外学的虚假的技术，回来瞒天过海，弄一个砂纸打磨下，可以讲他那个打磨的水平，一个木工、一个油漆工的水平都比他们高，然后就喷上一个汉芯1号，然后就领个10亿、领个20亿、几百亿的美金。
然后他们就说是有科研成果了，领到这些钱的人，然后就拿着这些钱到加勒比海包着游艇。不带到二奶，他们去花天酒地了。中共还夜郎自大，自以为是，我们的芯片就造出来了。你造出来啊？你既然已经造出这种芯片，你用啊！你动不动煽动老百姓上街去抗美干嘛啊？美国人不给你芯片，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芯片就是了。你为什么要那么仇恨啊？美国人把东西卖到你中国，你们抵制美货，你们高喊的要把美国货滚出去。美国人现在不卖给你们，你们也骂美国人，也说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那美国人现在就把自己脚砸了，你就让他砸。美国对中国进行1000亿的关税征收，是美国人已经站在悬崖上，要警告美国悬崖勒马。勒什么马？既然美国人已经站在悬崖上，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啊！你就这么干吧。既然川普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让川普把另外一个脚也砸掉吧。这不是好事吗？这不都是你煽动的那些抗美愤青，他们高喊的要把美国佬打败，要砸死美国佬，要砸烂美国佬。现在川普自己把自己脚砸了，再把川普另外一个脚也砸坏算了。习近平这么多年的这个外交手段就这么几种，要么是请客吃饭喝茅台，阅兵军演秀肌肉，要么就是带着自己老婆大宴川普，又是这个紫禁城听戏。但是你没想到，人家川普根本不买账。人家对你中共的制裁，绝不是看你习近平跟他讲的什么，咱们有1000个要跟美国搞好关系的理由，随你有1000个跟美国搞好关系的理由，还是1万个跟美国搞好关系的理由，美国人对你制裁照制裁。你中共一天到晚跟美国阳奉阴违，说是要跟着美国一起制裁三胖，然后一转脸你把三胖带到北京来，又是128万的茅台招待着三胖。那你知道三胖吃了你的拿了你的，回头就跟美国中情局勾兑了。三胖马上要跟川普见面了，三胖跟川普见面才是谈核心的朝鲜是否契合，而你习近平跟三胖一句都不敢提契合的问题，你不过是哄着三胖继续帮着你为虎作伥。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习近平只有2种烂招，要么是收买，要么是恐吓。习近平本来完全可以否定毛泽东，抓捕江泽民，平反8964，恢复整个人民对国家和对政府的信心，开放党禁报禁，然后习近平就可以成为千古伟人。但是习近平放着这么好的民主牌不打，他偏要去走专制的这副臭牌，他真是既愚蠢又无知。习近平这种做法只能显示什么？显示出他自己的无知和无耻。没办法，你对习近平要求不能太高。一个扛麦子的头脑，你能指望他懂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文明？他早年当知青的时候，跟王岐山有过很多交集。那时候王岐山喜欢看民族启蒙的书，习近平喜欢看一些风花雪月的言情小说。他很好奇地问过王岐山：“你看那些书有什么用啊？你指望中国将来会走民主的道路吗？”王岐山：“你搞错了，走啥民主道路？咱们看民主的书是要看怎么防止有一些人要推翻共产党，然后在中国去搞民主、文明、法治、自由。所以王岐山比习近平更坏。王岐山他看这些民主的书籍，看法国大革命，他目的是什么？是要防止中国所谓和平演变。”而习近平这个猪头，他不懂什么民主的书籍，他只要看看风花雪月、什么《金瓶梅》这一类的书，他只要看看，他跟毛泽东学。但是王岐山对习近平的影响很大，习近平他受到王岐山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如果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那么中国一旦改革了、民主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革命派，最后双方都得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不就上断头台了吗？所以习近平他从来不敢去走民主和文明革命的道路，他从来不认为苏联解体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必然结局，他却反复强调是什么？那是苏联共产党没有好男儿来担当。所以包子的思维是绝对的僵化，这就注定了他只可能走毛左复辟的路线，他的命运会比路易皇帝的命运更惨。思想决定路线，你看包子他一看到川普上台，他马上就让邓文迪把川普的女儿请到大使馆去做客，把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公关手段全部用上。他以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笼络到川普的女儿和女婿，用这种搞人情的手法，他以为把川普和川普女儿女婿拉上，就可以跟川普建立所谓私人联系。这就说明习近平是一个只会走歪门邪道的路，他并不知道大国外交讲的是实力，大国外交讲的是信用，
大国外交讲的是双方对等、均衡的彼此对对方的信赖和对对方的承诺。习近平到19大已经达到独裁一切的这个阶段了，欧元的权力已经给他大为削弱。李克强现在就是个摆设，他把他自己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既领导了党，又领导了国。那么将来天朝谁是接班人啊？他搞个终身制、无限期，哪有什么接班人啊？孙政才现在不是下地狱的问题，随时可以拉去枪毙的问题。胡春华现在是夹着尾巴做人，唯唯诺诺，每天都考虑到隔墙人砖头的那块砖头会不会随时砸到他的头上。李元朝现在等着被清算，19大以后没有什么可以继位的人入场。习近平早已习惯了像赵乐际啊、蔡奇啊、倪展硕这些人给他吹牛拍马，让他自己每天飘飘然。其实这些人都等着跟习近平一起受清算。习近平是一个好话比谁说的都近，但是坏事比谁做的都狠的人。他模仿的就是毛泽东啊，表里不一是共产党一贯的作风，也是共产党这个邪恶制度里面用的最多的一个手段。我们看到李云日视频里面讲，习近平请他吃了一桌很好的饭。那么习近平自己在外面倡导什么？倡导8项原则，叫人家要廉洁，不准不准随便请客送礼，不准随便用吃饭拉人情的方式去搞关系。习近平在宴请这个中组部副部长李瑞考察的时候，不是请他和他全家人吃一顿好饭吗？习近平用什么方式呢？他自己要用这个手段去做，但是他不允许别人去做，这就是习近平个人表里不一。他招待3旁128万1瓶的茅台酒，不就说明这个问题了吗？他所谓全票当选这个国家主席，当选什么党中央的总书记，那都是像申纪兰这样的用脚投票的。共产党哪个人大代表敢投习近平的反对票呢？敢说我们反对终身制呢？他内心里面想，他都不敢说。更何况共产党这些人大代表都是为中共已经做好了工作，他们只可以去举手的。他们谁要敢表达一点反对的态度，他不是讲下一次当不了代表的问题，他进不进监狱的问题。最近网络上发生了鸿茅药酒的事情，也发生了中信芯片的事情。我们从鸿茅药酒就可以看到我们离专制有多近，我们从中信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离科技有多远。鸿茅药酒2016年他们广告费花了150亿，但是他们的产品只卖了16亿。2017年他们的广告费花了200亿，但是他们产品只卖出去50亿。那么你想想看，产品只卖了50亿，当广告做了200亿，差额的150亿哪里来？那就是当地的内蒙古他自己所在的县、所在的市银行里面大量的钱借了给他。现在鸿茅药酒濒临的倒闭和崩溃，一旦这个产品崩溃，那么这150亿谁来帮他还？银行行长帮他还，还是当地政府官员帮他还？可以讲，一定有几个背黑锅的去跳楼的。但是鸿茅药酒是还不出这一份来的，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中国现在吹得无法无天的那些企业，他们巨大的广告投入都是靠当地银行里面去借钱，然后用不还的方式抵赖掉这笔钱。那这个钱最终谁买单？就是老百姓的储蓄在买单。所以老百姓现在有钱存银行，那是普通百姓，因为中国最低端的老百姓，他们考虑到自己将来的各种难以防范的风险，所以有点钱就存银行，有点钱就存银行。但是这点钱你存到银行以后，看到你账面的数字在增加，但是实际上在贬值。最后你那个钱，我不讲1000块钱能不能买上几斤大米的时间，很快就会到来。而中产阶层他们把这个钱投去买理财产品，绝大部分的理财产品都是金融诈骗，最终肯定是血本无归。所以中国的中产和中国的低端都是被这个政权和这个政党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变换的各种名目，房地产产品、金融产品、股市产品，用各种方法洗干老百姓的钱。当你们的油水完全榨干的时候，共产党就像一只废草一样的把你们踢出去。这就是中国人今天的命运。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中共的这种本质，也一定要认清目前在中国这个形势下，中共它的倒塌跟灭亡是不会太远的。防火墙的倒塌就意味着中共完全的崩塌，而我们要为这个防火墙倒塌的未来做好我们力量的聚集。只有当中共政权风雨飘摇，经济青黄不接，国际上对中共严重制裁，人民对中共已经完全没有信心的时候，中国银行挤兑就会发生，大规模的银行挤兑就一定会导致中共这个政权土崩瓦解。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大家要团结努力，坚定信心。
雕森哥就说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安迪用19年才挖出一条通往自由的通道。他说过一段话是非常经典的，他说：“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无法达到，也接触不到，那就是希望。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这个失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必须存在着希望，因为希望是无限的。所以，为了推翻中共，为了我们中国早日走向自由、文明、法治，人民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为了这个希望，同胞们，让我们努力。”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